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？我们老董的外孙，能力啊其实很强，以前还是个医生，跨界转行。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，他刚来一接手，哎，居然解决了，升得也快。之前类似的场合呀，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平姐一起在身边，大家都以为。回来要好好聊一聊啊！我就怕他回来啊。哎，你们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？胜利者的示威吧，嗨，终究是家族企业，有个外子，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。如果不是车祸，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，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。什么看人脸色吃饭，他需要吗？再怎么样啊，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。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啊，不过如此。哎，老姜，声音小点，小点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？舅舅，我们去找林雨森吧。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？这我跟着多没意思啊！我在这看着，你自己去。好。林雨森，西光，你怎么会到这儿？就准你着急，我不能也着急啊。所以，我来这里接你。我猜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呢。照片来喽，完成任务。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？多拍几张，一张给你加200。江叔叔好，哎又见面了。好好，小林这么一打扮啊，更帅了。哎，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，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还都不说呢？哎，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可别放在心上。哎，你们这一出啊，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。啊，我们呀，先去给小林外公拜个寿。哎，好。外公，这是成瑞建筑的江总。我记得呀，江总，好久不见。哎，盛总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看您啊，风采不减当年呢。不行，祝您越来越年轻，在叱咤商场的30年。那不成了老妖精了？这是我女朋友西光。哎，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？哎呦，我倒是想，可惜啊，没有这个好福气。这是我的外甥女。哦，盛爷爷好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。
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。我想起来了，2年前在无锡见过。对，又漂亮了。女大18变嘛。雨森快30了，终于找到女朋友了，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。外公，被你说的，我好像有点滞销。可不就是有点吗？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，以后带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，一起吃吃饭。好。好，雨森啊，好好招呼着。江总，哎，咱们一会儿见啊。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哎，这谁呀？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，他们的女儿。是啊，如今的远程集团，这可有意思了。江叔叔，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？去吧，正式宴会前回来。霓虹映在夜空闪烁，映出你轮廓，我们的影子在街角交错。当月光洒满城市，刚刚好多人在看我们啊。像无声的情歌轻轻唱着。你怎么这么淡定？羡慕的目光，我为什么不淡定？我们要去外面吗？好冷啊！不出去，跟我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和宴会厅一个角度。那边人太多了，我都没注意看。我都不想回去了，从来没这么高调过。唉，谁不是呢？闪烁，映出你轮廓，我们的影子在街角交错。当月光洒满城市，心跳在附和，像无声的情歌轻轻唱着。我们的心跳是城市的脉搏，穿越人海寻找彼此的温热。在这繁华世界有个角落，藏着我们共同的振作。城市的脉搏，穿越人海寻光，都酿成温柔的琥珀。当黎明前最暗的时刻，掌心的温度会融化所有寂寞。霓虹映在夜空闪烁，映出你轮廓，我们的影子在街角交错。当月光洒满城市，心跳在附和，像无声的情歌轻轻唱着。我们的心跳是城市的脉搏，穿越人海寻找彼此的温热。在这繁华世界有个角落，藏着我们共同的振作。城市的脉搏，穿越人海寻光，都酿成温柔的琥珀。当黎明前最暗的时刻，掌
心的温度会融化所有寂寞。霓虹映在夜空闪烁，映出你轮廓，我们的影子在街角交错。当月光洒满城市，心跳在附和，像无声的情歌，轻轻唱着呢。我们的心跳是城市的脉搏，穿越人海，寻找彼此的温热。在这繁华世界有个角落，藏着我们共同的振作。城市的脉搏，穿越人海，寻找。宴会结束了，再回酒店了。我明天一早就回，赶得及10点钟的会。啊，西光不用我送，人家有人送了。嘿，2个人出去透个气啊，回来就跟我说：“娇娇，我明天不用你送了，我坐林雨森的车。”这就有点酸了。他们2个还天天一起上班呢，一起回去不是很正常啊？哎，我这哪叫酸呀？我这个啊，就是正常家长心态。哎，对了，西瓜，一会儿回酒店可别再跑出去又跟小玲玩了啊！啊？又约好了？你怎么管这么宽呢？开了免提。哎，好，啊，开了。西光，出去玩一会儿可以，12点前要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的，我跟妈妈也说了。我来啦！怎么那么兴奋？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，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。走。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没有哎，不想去看电影，不想闷在一个地方，也不想去吃饭，虽然还没吃饱。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？走。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？因为喝水喝饱了呀。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，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的敬酒。还好我喝的是水。哎，你喝酒了吗？喝了。毕竟是外公的寿宴，我也不好扫兴。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。喝了一点，我装了一下，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。你还有这招？那你的酒量是多少？至今没测出临界值。也是。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了，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，酒都是让给我喝的。别翻旧账，聂小姐，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？不过有一场，我不能替你。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？我是笨蛋吗？每次都要上你的当。脸怎么这么冷？听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我有停在个这里。唐突的提议。什么？
江风寒冷，我家就在前面。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？我保证准时送回。江风寒冷，可是寒舍听起来也不暖和。主人热情行不行？有多热情？这个问题，哎，我不是，我知道，所以你再考虑一下。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，还有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。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？怎么现在不用交换？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。走吧，带路。走。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？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，先吃点。待会儿吃，先看照片。那去书房。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，浦西老家放不下，回国都寄到了这里。照片有几张，也是留学时拍的，不多。帅是真的帅，锅盖也的确很锅盖。不过你不会没有相册吧？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。这个时期的确没整理，小时候的有相册，在爷爷奶奶家里，下次再带你去。我真是笨蛋，老上你的当。怎么能说是上当呢？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，没有广东美食，照片不也在手里？你们的课这么满吗？医学院是这样。其实高考的时候，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。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？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。没关系，很久了。
你要听我说的吗？你想说吗？当然，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，但可能要很久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有很久的时间。不是有12点的门禁？那倒是，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，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，你可以连载。谢谢。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，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。还没装修好，爸爸就被外派了。后来他出事，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，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，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。那时我7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跟爷爷奶奶住，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。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，爷爷奶奶从不阻拦，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。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，可从没细想。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，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。妈妈再次让我出国，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，也想在国内读大学。于是13岁时，我搬到了盛家老宅。外公一直对我很好。我高考比较早，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。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。这个时候，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。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？应该是。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，也太卑鄙了。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，我改了志愿，报了医学院。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。整个大学期间，我借口学业繁忙，很少去盛家。实在退不了去了，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。后来又去美国留学，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。从一看多了生离死别，我渐渐地放下，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。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，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，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，我才陪同参加。后来我出了车祸。那段时间，我心里充满了戾气，所以外公让我去盛园做事，我直接答应了。我算是从基层做起，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，
毕竟我没学过经商，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？进入生源半年，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，我想办法解决了。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评级。我做了些事情，交了些朋友，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。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，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。这应该是夸奖我。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？这哪里是夸奖啊？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，不笑的话，别人怎么会放心？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？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。后来我就到了苏州，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，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，我好像回归了理智，好像得到了弥补，心情平和了。我问自己，为了让别人不痛快，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，是否有意义？当然，本来是有的，因为我那时矫情，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。可是现在又拥有了希光，我不想放弃，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。过年时，在天池医院，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，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，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。前阵子去西北，站在黄沙旷野上，极目远眺，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，天地辽阔。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，不限于在手术台上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此路不通，我可以换一条路，我还可以学以致用。我的手废了，难道我只有手吗？最宝贵的，难道不是我的大脑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，特别厉害。以前我是很厉害，但是换了条路，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？不可能。这么肯定？就是这么肯定。好。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当然高兴啊。
哎，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，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、科研人员。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。哎，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？当内科医生，还是搞科研，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？在深圳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封邮件，发信人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。安排相亲那个？对，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，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，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。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。她告诉我，她和她的团队来到了中国，加入了中科院，而且就在上海。她知道了我的遭遇，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。见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，我一定可以。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，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，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？侮辱的是整个盛家。爸，你听谁的谗言？根本没这回事儿。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。是啊，兄弟之间开玩笑。你在怀疑谁啊？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。盛元还不是你们一言堂。明天把雨森喊过来。好。别在上海玩太晚，早点回去啊。知道了。江叔，你放心，回头来南京玩。只有再见。再见。我们去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去逛街？我想去逛逛田子坊，还有武康路什么的。丽叔。好的。丽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，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。那我先去自己逛逛，等一下你来接我。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？什么？每次下车之前，但是，如果我们一起下车，也要吗？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？希光，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？啊，我走了，拜拜。
哎，哥，邢杰被爷爷骂了，现在面壁思过呢，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。他活该，不干人事。哥，你女朋友呢？昨天我只跟她打了个招呼，还想认识一下呢。下次在外面吧，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。肯定是好事啊！哎，对了，偷偷告诉你们，我爹告的状。你真是卖爹第一名啊！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，我是遗传。那我也不瞒着了，我妈也告状了。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。哥，你快进去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外公，雨森来了，坐吧。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，干什么去了？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，接着去了深圳，和设备商碰了一下，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。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？这个方案不吃现金流，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。哦，那你详细说说。有些类似叫钥匙工程的逻辑，前期双远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，设备方出资研发，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，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，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。双远和他们利益共享。好，做得好，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，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，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。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，经营的要点就4个字：降本增效。这4个字说来简单，做起来着实不易。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，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。坚持不坚持，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。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？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，想和子女团聚，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，他又放不下。他是个有远见、有追求的人呐。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 PERK 技术，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。等他退休了，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，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。我正想和外公说，等双远脱困，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。你要回去当医生？医生是当不了了，做些别的。你终究还是放不下。也好，但是你未来干什么，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。我说送就送，你随便处置，你把它卖了，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，我都管不着。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。你问，你现在就问。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，她正在睡觉。睡觉？嘿，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？嘿嘿，嘿，你说这年头啊，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。老李，上班之后立刻通知财法，着手办这件事。哎，外公，别推辞了，快30的人了，要成家立业了。外公送你一份产业，这跟你妈妈没关系，是我的决定。回去吧，聂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？回吧，回吧。告诉博凯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交给邢杰来负责，他要是再做不好，就不用来见我了。
给你买了咖啡。怎么样？突然叫你过去干嘛？外公把双眼的股份给我了。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拖一拖，不着急办。喂，聂成远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？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，故意避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女儿西光？她去参加寿宴了。嘿，哈，这倒有意思了。你女儿来寿宴，你真不知道？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！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，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的不得了，把邢家的风头都抢走了。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？哎，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，但是远程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。我不知道他过去，我刚知道他们谈恋爱，还是你跟我说的。林雨生去了苏州，我才开始查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回事。哎呦，这么一回想，搞了半天，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。嗨，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的苏州？行，算他有本事。哎，你这奋斗了半辈子，到底是便宜了别人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还没死呢。再说，小孩子谈恋爱，哪里做得了数？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。我那外甥什么心机什么手腕，你又不是没领教过，再加上那张脸，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服服帖帖的，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。行了，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。你打过来就是这个啊？还有双眼的事儿。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？对，上周我碰到一个硅料生产商，他对双眼很有兴趣。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，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，不如趁有人接盘进攻出手。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。哎，现在不成了，不知道我那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，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。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，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拦一手，股份转让要半数股东同意，你不同意，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。我话就到这儿，你自己琢磨着办。还有一个事情，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，这个项目你打算参与吗？对我们来说，可做可不做。怎么，盛远要做？邢杰负责这个项目，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。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，给他保驾护航。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？也不用太麻烦，你随便拉个团队，陪他一起试试水。等他中了标，咱们利益共享。波凯总，围标是犯法的。哎，你别把话说了那么难听嘛。邢杰是小辈，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？于情于理都很合适。你就不要推脱了。哎，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，我也找人帮你把脉。再说吧，头疼，先挂了。陈远，跟谁打电话呢？不是让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劳神吗？你说我的轻巧，我不劳神，谁来赚钱？你来啊！别大把花钱住别墅，说这种轻巧话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呀，跟个小宝宝似的，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，长不大。
是不是还疼啊？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。不用了，比昨天好多了。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，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，烧得我头疼。好好好，你最大，我马上就把香坛移走，别生气了。还有念远的事情，我骂了他好几天了，他知道错了，他以后绝对不敢了。不过念远跟你一起出去过，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，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？我以后啊，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，那种人啊，绝对要离得远远的。我在想事情，你出去吧。好好，那你好好睡一觉，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。你怎么那么畏缩缩的？就不能大气点儿？我怕聂叔叔还没消气，碰见他不好。没事儿，我吹吹风，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。聂成元本来就多疑，我多说说，他就会觉得是他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再说了，那杏林的估计本来动机就不纯。妈，你真聪明。听着简单，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。我肯定学不会。妈，你怎么把香坛撤了？他头痛，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。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，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我之前还笑话江云沉不住气，这2天听到聂成元打电话，我才知道他离婚，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，搞得聂成元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。还说人家蠢，蠢的是我，离了婚还有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，不比伺候一个50岁的老男人强啊！妈，你别说了，小心聂叔叔听到。没事，他躺着呢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就是这2天伺候他烦了，发牢骚，一天到晚端茶递水的伺候着，连个好脸色都不给。唉，是让我自己挣不着大钱的。你要出去啊？芊芊来无锡了。大家今天随便点，我请客。不是说好我请吗？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，这次绝对不行了。再说，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，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？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，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，没几天就赚了10%，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，可惜才放了300万。哦哟，那就是赚了30万。你眼红什么？30万对于你来说不就是洒洒水啦？对呀，你平常一瓶酒不都这个钱吗？哎呀，哪有啊！最近家里坑得严，老爷子看我不顺眼，零花钱都被砍了一大半，弄空这消费都降级了。也是，每次问家里那点钱，少不了被竖着眼睛教训一顿，还是自己赚钱开心。看人脸色，真不好受。能买那个东西稳吗？到底怎么买的？我上次大概听了一耳朵，没太听明白。有这种赚钱的新路子，不要忘了我啊！之前芊芊带我赚那笔早花完了。谁把你忘了？我上次给你讲的时候，你自己不耐心听，现在我懒得说了。下次我找个证券公司的人给你讲啊。哎呀，下次是什么时候？你耽误我赚钱。哎，现在讲嘛。你跟他说吧，我和聂远点菜。服务员点菜。就是这个 app， 我用了这么多平台，只有这个是绝对稳的。绝对稳是什么意思啊？来个奥龙，不会亏钱。它不会有这种好事。不过呢，这个平台确实有非常厚的安全垫，它设置的止损线在95%，意味着你只会亏5%，但是你赚钱却是无上限的。
更重要的是实时更新的净值 T 加0的赎回时间非常的灵活，一点都不占用资金。亏个5%，怕个鬼哦！我投个100万试试。哎，我也想投点。你也来100万。我刚买了珠宝，这个月零花钱剩的不多了，你先投个15、20万吧。对，少投一点玩玩，回头你去证券公司开个户。不过我懒得去，给身份证拍个照，让人去办就好了。我还是自己去吧。在哪儿啊？上海和苏州都有吧？无锡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抽个空来苏州办吧，正好我也去实地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一起。嗯。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，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，我们内部消化一下，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。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，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天地良心啊，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。包总先别急着喊冤，我们一项项看嘛。我们先看水泥。我对比了之前2期厂区的报价，我们没涨价呀。对，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。谈的怎么样？丁总，这总价算下来，我们都没利润了，实在做不了啊。我们双远从来讲的都是双赢，肯定会给合作方留下合适的利润空间。包总，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行情不好，合作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吧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，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。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、笑眯眯的，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，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，给我们留了空间，过得去吧。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，他看起来不好糊弄，一次干好，免得返工。行，之前听说她是林总的女朋友，我还以为她不管事，过来嘛，装装样子，镀镀金，好升职的，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，所以呢，我就多加点钱，回头大家都好做嘛。没想到他来真的，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。林总，他们厂的副总经理啊，就长得很帅那个，不然还有谁？真的假的？我听说他有甚远的背景啊。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，谁知道呢？嗨，车来了，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？今天林总特别忙，一整天都没见到你。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了，好像有啥大人物来了。我说呢，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？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！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。行啊，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，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。周六我要去他家吃饭，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。那我们改时间，周日也行啊。周日也有一点点小活动。我料到你重色轻友，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。那是你们约的太晚了，今天已经周4了，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。下周末2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。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，别说我，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。西光固然重色轻友，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水开了，下面条了。你慢点吃，喝点果汁。你又买了？
这个有果肉，好喝。对了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？肯定有人说，但是还好啊，就是议论几句，这也很正常嘛。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，还有人议论呢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，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，被我听到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就暗示雷雨森对我徇私吧。关他们屁事啊！你明明多干了活，之前加班也最多，还徇私呢，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。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？你明明腿都给跑断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生气，我也没生气。那，给，真的，真的啊。首先呢，他们这么说，说明我杀价到位了。其次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的，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，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，他被人说应该的。对哦，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，不清白的应该是林总，是吧？哎呀，没办法，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油，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。以后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了啊！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，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。什么？你说邀请英姐雨华一起？那也不行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，你打错算盘了。我们坚贞姐妹情，夜宵不能移。手下留情啊，姐妹，夜宵可以移的。请3位小姐移步下来吧，我就在公司停车场。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过来点。快上车！快上车！哇，西瓜，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？感觉好刺激，就是心跳有点快。我们没有啊，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，带得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。对啊，你到底在心虚什么呢？啊？我？有吗？那我检讨一下。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？今天去区里开会，被领导们叫住，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。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建筑，区里非常感兴趣，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。如果符合要求的话，可以申请补贴。真的吗？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，暂时还没回应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太好了。那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。完蛋了，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。林总啊，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限价了，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。光伏行业不好做，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。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？具体定在哪一天？咱们宜早不宜迟。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，周4就是黄道吉日，一栋楼开工。好，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，有2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，还有2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。
这是我们新式堂采用的是传统屋顶加装光伏系统的方式，流光花园呢比较不同，是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融入到整个设计中，最大程度的利用太阳能发电，使整个建筑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。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。来这边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。这位是我们双元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，你好。您好。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。哎，没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，这么隆重，来了好多人啊！正常，人家装修过房子还有开工仪式，我们好歹是造房子。也对。这两个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？张总说的神秘嘉宾。要不你叫他们阿姨？西光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看这里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。张总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今天我是主持人，我先上去说两句，抛砖引玉。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。张总啊，客气了。今天我非常的荣幸，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迎来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，共同见证流光花园和双元厂区食堂的开工仪式。我仅代表公司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。8年前，双远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。张总啊，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，就不多待了啊。那我送送任主任和毛局。李三，对，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，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。好，那麻烦林总了。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，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。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，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？行啊，小聂，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。好，我把画栏放了就来。好。好神奇哦！嘉宾居然也相中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，为什么呀？难道……应姐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华说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感。啊，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？暂时没有了。啊？黄总留步，你先忙吧。好，那就不送礼了。电池和组装生产线，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，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。实验室在电池厂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我最感兴趣呢，就是这个流光花园。哎，西光，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，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，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，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。你看，还谦虚上了。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，把事干好，这还不了不起吗？哎，舅妈，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？你偷偷摸摸的，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和你妈学你啊？学我啊？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。
吓你一跳。给我惊喜。西关跟我提过，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他非常出色。刚刚流光花园的开工仪式，为什么没看到他？华总性格直率，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。他嫌浪费时间。哎，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花总呢？我早上跟他说过，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。老大在实验室呢。哎呀，他又忘了跟我们说了。我去找他，你们先坐。我手机呢？我，哎呀，我手机呢？快帮我找找我手机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。不是，老大，林总您来了，就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啊？这儿。林总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实验室啊。没关系，都是自己人。我们实验室的光电转换率又提高了0.5个点。真的？数据稳定吗？反复测试了很多次，看浮动没有超过0.1。我们去实验室。好。